他明明有着象征赫赫战功的勋章，可人们记住的却只有他岩头队长的称号。他虽然是奥特兄弟的大哥，却是兄弟们中唯一一位没有独立 TV 剧的奥特战士。他肩负着领导和保护弟弟们的重任，并且有着奥特兄弟中单体最强的 M87 光线。然而每次客串却几乎次次赤瘪。如今的他已作为宇宙警备队的队长，坐镇光之国，运筹帷幄，领导着后辈们肩负起守护宇宙和平的使命。佐菲奥特曼，他的一生足够传奇，但也充满了反差和被误解。在维护着宇宙和平的同时，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敏感笑料。那这一期，让我们走进无敌的那位大人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佐菲的基础设定。他身高45米，体重45000吨，年龄25000岁，腕力16万吨，以及拥有奥特兄弟中最高的6.5万吨握力。在数万年前，佐菲的双亲在宇宙战争中牺牲，年幼的他成为了奥父的养子。不过在官方设定中并未明确说明，反倒是在漫画 Story 0中有介绍佐菲的养父另有其人，并且还传授了他 M87 光线。在此漫画中，佐菲以主角登场，真正展现了他 M87 光线的强大威力，并且在光之国危难之际，接受了全宇宙星之声的光，胸前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星之勋章，不仅制服了 BOSS882星人，甚至用 M87 光线直接制造了一颗太阳，恢复了所有奥特战士的灵魂。奥特之父也授予了佐菲勇气之勋章，显现在佐菲的两臂上。不过此作品并非远古正式作品，但官方也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佐菲胸前与双臂的勋章，是记录着他的卓越战功。而在立下赫赫战功之前，佐菲还经历了贝利亚的叛逃。当时贝利亚想获取等离子火花塔的能量，但遭到了能量反噬。佐菲与众奥准备擒拿贝利亚，但都不能将其制服。最后佐菲和奥父还被贝利亚的蒂斯修姆光线命中，身受重伤。后来贝利亚和雷布朗多星人融合，带领100头怪兽入侵光之国。佐菲再次迎战贝利亚，但还是被其一脚放倒。最后依靠奥王登场，才将邪恶贝利亚封印在宇宙监狱之内。此后佐菲不断成长，成为了宇宙警备队的一员，在宇宙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获得了奥特勋章，并且一度加入了安杜鲁警备队，身穿安杜鲁美洛斯的铠甲，与宇宙中的怪兽不断奋战着。因此在奥特曼前往地球之前，佐菲已经是一位战功卓越、非常有威望的奥特战士了。同时随着奥特兄弟们的历练成长，佐菲也会在弟弟们陷入危难之时前来救场。他的救援行动几乎贯穿了整个奥特曼历史，但万万没想到，这也成为了他梗王的开始。在初代第39话中，初代被宇宙恐龙杰顿击败，佐菲便来到地球救援初代，并赐予了初代人间体早田新的生命，但也因翻译错误，成为了佐菲的第一个名梗。宇宙超人，睁开眼睛，我是沙弗林，是 M78 星云的宇宙警备队员。我是沙弗林的桥段，至今仍被奥迷们津津乐道。紧接着，在4弟杰克的最终话中，佐菲虽然没有登场，但是却成为了背锅侠。除掉奥特曼的计划是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消灭奥特曼的计划是佐菲定的。我们一定要杀死奥特曼和他的兄弟们。此处也是翻译问题，原意是从佐菲开始，把奥特兄弟全都消灭。厉害！随着初代赛文杰克相继在地球上历练之后，佐菲的第5个弟弟艾斯成为了接替者，这也是奥特兄弟的这一概念正式成型。佐菲与弟弟们的出场也更加频繁。在艾斯第5话中，艾斯被吉隆人困于圈套之中无法脱身，在危难关头发出了奥特签名。佐菲接收到之后，立刻赶到了地球，不仅救下了被困的艾斯，并且补足了艾斯的能量。随后在两兄弟的合力战斗下，终于战胜了超兽阿里彭塔和吉隆人。然而在艾斯第13话中，奥特兄弟们差点遭到了团灭。艾斯杀手利用奥特签名，将奥特5兄弟骗到了高格达行星。因为奥特曼怕冷的弱点，佐菲与3位弟弟被无情地绑在了十字架上。艾斯临危受命，顶住了压力，最终战胜了艾斯杀手。但在艾斯第26话中，奥特兄弟们正式遭到了团灭。艾斯被希波利特星人用诡计变成了青铜像。虽然佐菲与3位弟弟赶到地球救场，但佐菲与初代从开场便被玻璃罩套中，最终奥特兄弟们全都变成了青铜像。幸好奥特之父的赶到才挽回了败局。艾斯的历练结束之后，佐菲的第6个弟弟泰罗成为了地球新的守护者，但泰罗刚初出茅庐，实力还需要历练。奥特兄弟们也在剧中大量出场，为泰罗保驾护航。在第18话中，泰罗不敌火山怪鸟巴顿，被活生生啄死。佐菲再次前来援救弟弟，在人们的呼喊声中，佐菲高光登场，随后第一时间将牺牲的泰罗送往光之国。为了解决掉怪兽，佐菲亲自迎战巴顿，并且一度将巴顿压制住，发射的 Z 光线差点将巴顿击杀。然而巴顿突然释放高温火焰，佐菲的头部不慎被点燃，岩头队长的身份便从此刻刻在了佐菲身上。就这样，佐菲突然快速战败，甚至在山间暴尸了3天3夜。
后来泰罗复活归来，终于将巴顿击败，而佐菲也由泰罗和奥特之母一起带回了光之国疗伤。为了继续历练泰罗，在大战帝国新人时，虽然佐菲与奥特兄弟们全都来到了地球，但十分严格地要求泰罗独自作战，不能够依赖他人。即便泰罗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不断祈求着哥哥的帮助，佐菲也不允许几位奥特兄弟出手帮忙。而泰罗也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成功得到了历练。可就在泰罗第40话中，佐菲再次遭遇了惨败。在海王星巡逻的佐菲发现了刚诞生的泰兰特，于是便亲自前往阻止。但不幸的是，再次快速战败。佐菲本想发送奥特签名，但无奈的是被泰兰特阻止。此时旁白还来了句：无敌的佐菲倒下了，佐菲送出的奥特签名被特兰特挡了回来。虽然泰兰特陆续击败了佐菲的4个弟弟，但只有无敌的佐菲倒下了，成为了粉丝间广为流传的梗。然而属于佐菲的梗并未停止，在后来的雷欧奥特曼第39话中，因为巴巴尔星人伪装成阿斯特拉偷走了光之国的奥特钥匙，佐菲与3位弟弟为了夺回奥特钥匙，追击阿斯特拉到了地球。雷欧为了保护弟弟阿斯特拉，与奥特兄弟们大打出手。此时奥王出现，直接将奥特钥匙一击射断，随后并有了经典的一幕：为什么折断奥特钥匙？随后奥王揭穿了巴巴尔星人的阴谋，众奥也合力将危机化解，但佐菲也喜提了奥特质问这一新梗。虽然说佐菲在奥特兄弟们的客串中多为戏剧性的尴尬画面，但这也掩盖不了他身为大哥的强大领导力。此后佐菲晋升为宇宙警备队的队长，坐镇光之国，几乎很少再前往前线作战。在奈欧斯中曾有过短暂的客串，后来梦比优斯前往地球历练之后，奥特兄弟们再次集体回归，而这次他们的对手是黑暗皇帝安培拉星人，曾经带着怪兽军团差点荡灭了光之国，幸好奥父觉醒了真之力才将其击退。面对安培拉星人的强大实力，梦比优斯与他的伙伴们陷入到了绝境，宇宙剑豪扎姆夏也不幸牺牲。但在奥特兄弟们的鼓励下，盖斯队与梦比优斯希卡利融合成为了凤凰梦比优斯，并施展光线与安培拉星人展开了僵持之势。此时其余奥特兄弟正合力去除着太阳上的暗斑，佐菲则来到地球上呼唤着破水队长与其合体。因为破水队长曾在宇宙中与佐菲有过一面之缘，佐菲助其击退了外星舰队。此刻他作为佐菲真正意义上的人间体成功变身，在变身之后，佐菲来到战场，立刻施展自己的必杀技 M87 光线援助梦比优斯，最终将安培拉星人彻底击败，光之国也恢复了短暂的和平阶段。然而邪恶贝利亚从宇宙监狱逃脱，再次让光之国陷入了危机。佐菲带领着众奥迎战贝利亚，但拥有终极战斗仪的贝利亚如入无人之境，竟直接格挡掉了佐菲的 M87 光线。佐菲在战斗中不幸再次被贝利亚击败，幸好后来赛罗的横空出世，才挽救了濒临灭亡的光之国。伴随着后辈们的崛起，佐菲与奥特兄弟们虽然坐镇光之国，但也时刻监视着宇宙的黑暗势力，同时也会在后辈们陷入危难时给予援手。像在《赛罗外传：杀手比特星》中，佐菲与初代赛文一起援助终极赛罗警备队；在奥特格斗欧布中，佐菲带领着奥特兄弟再次救援。而这次也是佐菲的一雪前耻之战，面对复活的火山怪鸟巴顿，佐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曾经击败自己的巴顿亲手击败，而官方还不忘玩了下佐菲岩头队长的热梗。同时在欧布中，佐菲还有着辉煌的传说，曾经独自一人就封印了大魔王兽马加大蛇，这可是欧布中最终大 boss。 所以说虽然出场时的佐菲战绩可能不那么显眼，但在众奥的眼中，他就是兼具实力与领导力的强大战士。在后续的作品中，佐菲与奥特兄弟们一起对抗着阿布索留特一族，并通过自己的强大领导力，指挥着奥特战士们打赢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，最终率领着奥特兄弟们再次出击，赢下了与阿布索留特一族的终极大战。他或许没有独立的 TV 剧，或许常被调侃为岩头队长，但他见证了光之国的变迁，拥有着十分深厚的底蕴。当危机真正来临之时，他永远是那个挺身而出的领导者。